废话不多说，来看今天的影片。20岁空姐辞职回村养猪的第706天，受不了了！真是受不了了！果然，东北的冬天会惩罚每一个爱睡懒觉的人。这小炕的缺点就是一到早上就是拔凉拔凉的呀。也不知道我们爸妈干啥呢？为啥今年没给我早起烧炉子烧炕啊？被窝这点肉气儿都支撑不住了。我也抓紧起来，这屋是不待了，也出去玩去。今天就带大家体验一下在东北林区猫冬的冬调生活。二舅走啊，去冬调去了。好在家跟二舅还能玩到一起去，他也是那种一提玩就能瞪起脸珠子的那种。我叫个车。哎，你好，俩人。哎，好。二舅种完草之后，一脚油门，咱也到地方了。别看我这小体格子啊，但是拿捏这50公分的冰，小意思。在周围钓友们的欢呼声中，我逐渐迷失自我，干活是越来有劲。太沉了，这个给你拿点吧。反正二舅主打的就是陪伴，啥忙也帮不上。路过的大哥们也是看不下去了，纷纷伸出援手帮助我这个柔弱的小女孩。要是没他们帮忙，这外面零下35度，这刚打的新冰窟窿，等一会儿都冻实上了。赶紧搬运吧，这天儿有点降温了，给外面冻坏了。固定完帐篷之后就开干吧。这可真是差生文具多呀，不知道钓咋样呢，东西倒挺齐全。二舅进来吧。好嘞。看着一小盘板板正正的帐篷，我估计里面的人啊，钓鱼竿都快轮冒烟了。我也不能逊色，先我这个帐篷热冒烟再说。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了。但是我感觉这东风来有点慢呢，是不是没打窝的事儿啊？果然蛇不着鱼饵，套不着鱼。时隔1年，居然还是在钓鱼新手保护期内。那在座的各位，我不能客气了。我天哪！快点再给我送10个鱼竿！不行了，我觉得我现在强的可怕。哎呀！跑了！看来在鱼界已经传开了，他们都变贼了。其他帐篷里都安安静静的，你就听吧。我这帐篷里，我就这么点啊，一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。哎呀，这么小啊！别拿小鱼不当干粮，小鱼也是诱啊。不管它30、21，就是钓，都给我二舅钓睡着了。那我就不打扰他了，反正他也看不上这些鱼。我是回家炖鱼去喽。27岁空姐辞职回村养猪的第708天。猫冬归猫冬，又是打鸡血的一天，真迷糊呀！2024都没过明白呢，直接就一眨眼2025了。有句话说得好啊，进了腊月就是年，新年冬谷乐陶陶，凿冰鲈鱼兴致高。今天就带大家体验一下东北猫冬的冬谷生活，看到最后你也能知道，这绝对是我最难忘的一天。走啊，咱俩今天抓点鱼去啊！只要一出去玩就比我都积极。那我先上景区看看这么大的冰面气不气派。确定好目标之后，我决定今天必须把他家鱼全收了，给老板上一课。这冰啊，估计都得到60公分了，太难钻了，直接给我干冒烟的了。哎呀妈，我的！谁呀？是谁扎中美人鱼还拉上警报了呢？没错，是我。但是我简简单单包扎完之后，必须回去崩鱼去，绝对不能让我之前的努力打水漂。东北女人从不低头。我二舅也是又菜又爱玩，啥干不了，还阵落不下。他离我都离着老远了，在旁边瞅着，就怕掉冰窟窿里呀。只能啥都是我来干，这样现在家里就二舅是我最忠实的好朋友呢。鱼，快喊人，来鱼了！这一嗓子没白喊呢，直接人山人海了。咱也不到一嗓子能喊出这么多人啊！一次外向换来了一辈子的内向。这人多呀，混进来啥人都有。有的大姨说我挡他鱼镜头了，直接拽我脖领子把我薅走，给我都整懵了。没办法，东北大姨谁敢野呀？哇，这老硬啊！哎，来鱼了！虽然有点不愉快的小插曲，但是好人还是多。
看着没，咱们东北大爷气氛组不知道啥时候到位了，这情绪价值直接给拉满。年年有余。没错，大网拉开鱼满仓，冬谷丰收心欢畅，年年有余粮满缸，幸福日子长又长。赶紧回家吃鱼吧。大丰收！基本上我的脚！疼有这么疼吗？在中国的北方，冬季的寒冷赋予了大自然独特的风貌，尤其是当湖泊、江河被厚厚的冰层封冻时，隐藏在冰下的生命显得更加神秘。而在这样的环境中，一项承载着传统智慧与文化底蕴的活动便成为冬季的盛事——冬捕钓鱼。在这片零下几十度的冰雪世界里，钻破冰面，捕捉冰下鲜活的鱼类，已不仅是一项渔猎方式，更是一场人与自然的默契协作与冒险之旅。冬捕的核心环节便是破冰。在东北地区的冬季，冰层通常可以达到30厘米甚至更厚的厚度，坚硬的如同钢板。为了进入冰下的世界，第一步便是用冰湍或冰钻开凿冰洞。一个标准的冰洞直径通常为40至50厘米，足以让鱼线与渔获通过。凿开冰层后，冰下的湖水往往清澈见底，深蓝或碧绿的水面与刺骨的寒气交织成一种震撼的美感。而隐藏在湖底的鲫鱼、鲤鱼、鳌花鱼和胖头鱼，则成为钓鱼爱好者最期待的目标。东北的水域孕育了这些肉质鲜美、富有活力的鱼类，它们在寒冬中运动减少，但并未停止觅食，只待一根诱饵垂钓而下，便可能迎来丰收的时刻。冬捕钓鱼并非简单的娱乐，它既需要技术，也对体力和耐心提出了极高的要求。凿冰是整个过程中最耗费体力的一环，特别是在低温环境中，寒冷会迅速消耗人的体能。因此，凿冰不仅需要工具的辅助，更需要身体的协调与耐心。钓鱼环节则更是考验细节的把控，选择合适的鱼饵尤为关键。通常使用活饵，如蚯蚓或红虫，因为它们在冰水中依然能保持微弱的活动，吸引鱼类的注意。此外，钓鱼时需要保持安静和专注，尤其是在寒风凛冽的环境中，耐心显得尤为重要。每一次鱼竿的轻微抖动，可能预示着冰下的生命正在靠近，而拉起鱼线的那一刻，则是等待与努力的最好回报。尽管冬捕钓鱼充满乐趣，但也伴随着一些潜在的安全风险，特别是在凿冰环节。以下是一些需要特别注意的事项：一、凿冰工具使用需谨慎，冰湍、冰钻等工具非常锋利，稍有不慎便可能伤到脚或手。凿冰时，建议保持工具与身体其他部位，尤其是脚的足够距离。操作时重心要稳定，动作不宜过猛，以防止工具滑脱。二、穿戴保护装备。在冰上作业时，必须穿戴防滑靴、防寒手套以及加厚护膝，尤其是靴子，应选择能抵挡寒冷和意外撞击的材质，以防止被工具或碎冰刮伤。此外，建议穿上带有钢头保护的鞋靴，进一步减少意外凿到脚的风险。三、选择安全的冰面区域。冰层的厚度是衡量安全的重要标准。通常情况下，冰层厚度需要达到25厘米以上才能确保安全。如果是多人作业或携带重型工具，建议选择厚度在30厘米以上的区域，同时避开靠近岸边、流水活动频繁或有裂缝的冰面。四、多人协作与应急准备。冬捕钓鱼最好结伴而行，特别是新手，更应在有经验的渔民陪伴下操作。随身携带冰爪、绳索等应急工具，一旦发生意外，如脚滑入冰洞或冰面塌陷，可以第一时间实施救援。五、避免碎冰伤害。凿冰后，冰洞周围会堆积大量锋利的碎冰，行走时务必小心，避免被碎冰绊倒或刮伤。最好及时清理冰洞周围的冰屑，保持操作区域干净平整。冬捕不仅是一项渔猎活动，更是一种文化传承与情感连接的方式。对于东北人来说，冬捕早已融入了日常生活。每年的查干湖冬捕节，万人齐聚，只为一睹传统拉网捕鱼的壮观场景。
在零下30°C的寒风中，渔民们用传统的方法拉起几十吨的鱼，那种热闹与丰收的喜悦，是一种属于冬天的独特情感体验。而对于普通家庭而言，冬捕则是一场温馨的聚会。家人或朋友围坐在冰洞旁，煮上一壶热茶，聊着家常，等待鱼儿上钩，那份温情足以抵御刺骨的寒冷。东北的冬捕钓鱼是一场人与自然的深度对话，更是一种挑战智慧与体力的冒险旅程。它让我们体会到冰雪中的生机，也感受到生活的别样乐趣。然而，任何美好的体验都应以安全为前提，尤其是在凿冰环节，更需注意操作细节，避免意外伤害。如果你厌倦了城市的喧嚣，不妨来到东北的冰雪世界，是一次破冰垂钓的奇妙旅程。带上装备与朋友，在冰面上与自然共舞，迎接冬天馈赠的丰收与喜悦。